说起明朝抗倭那些事，戚继光总是最热的话题点。他发明的戚家刀简直是战场神器，给倭寇打得抱头鼠窜。但说实话，戚家刀在历史上其实是被艺术化了。事实上，压根就没有戚家刀这个东西，在历史上也从来没有出现过所谓的戚家刀。今天我们就来彻底辟谣，看看历史上真正的戚家刀到底是个什么东西。看过《绣春刀2》这部电影的小伙伴，或许对辛芷蕾帅气的刀法印象非常深刻。双手刀一刀斩断绣春刀的场面，绝对算得上电影打戏中的经典片段。但对于这款双手刀，许多人也都在臆测。有人说这是斩马刀，也有人说是苗刀，更有甚者还将这把刀认为是传说中的戚家刀。但事实上，从严格意义上来说，压根就没有戚家刀这种武器。所谓的戚家刀，普遍的说法是认为，当时戚继光在抗倭期间，发现日本刀太长了，现有的条件下难以进行针对，于是发明了一款长刀来制衡倭刀。事实上，这样的说法是完全错误的。《纪效新书·长刀解》卷131兵器记载，洪武13年设置军器局所制作的各类刀中就有倭滚刀。明武正德年间，兵杖局制作倭腰刀12000把，长柄倭滚刀2000把。这些史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：从朱元璋时期，倭刀就已经被玩烂了，早就开始仿制。而那个时期，戚继光压根都没出生，并且戚继光自己也曾说过，长刀这款武器，此自倭犯中国实有之，并且对于当时戚继光部队所用的武器来说，他们更多的是使用单手刀并配备盾牌。戚继光所著《练兵实记》中所用刀的插图上，这一点更加明显。如果按照血缘论来讲，这玩意压根就不是日本刀，硬要扯也只能扯在蒙古弯刀身上。而国家博物馆展示的一把刻有万历10年登州七事8个字的明代腰刀，被许多专家证实，这就是戚继光在任济镇总兵时制造的配刀。而这把刀从外观上来看，更契合雁翎刀的样式，更和伪刀没半毛钱关系了。不过这也引发一个疑问，那么历史上所述日本刀过长，明军无法抵挡是错误的吗？实际上这一点并没有错。《纪效新书·长刀解》中有这样一句话：彼于此跳舞，光闪而前，我兵已夺气矣。我喜曰：一并足则丈余，刀长5尺则丈5矣。我兵短气难接，长气不竭，造之者身多两断，元气利而双手使用，力重故也。这句话确实说明了倭寇当时使用的武器非常长。按照现代的理解来看，当时倭寇使用的武器为长5尺、夹柄6尺5寸的野太刀，这玩意儿长度都快1.7米了，立起来比倭寇身高还要高。再加上人家身法喜欢来回横跳，攻击范围立刻扩大到了4米多。如此长度，你拿什么长兵器都不好使。所以戚继光当时破解的方法主要是以刀盾为主。而在实战演练中，我们也能发现，刀盾在遇到双手刀时，无论双手刀有多长，能发挥的效果非常有限。并且之所以一开始倭寇能在明军手上屡屡占据优势，主要还是各地卫所制出现了严重漏洞，再加上明朝提倡节俭，各地官兵不好好训练，大部分都种地挣钱去了，器械人员素质都非常低下。而倭寇大多刀法精湛，双方战力差距过大，自然不堪一击。但在一系列训练后，戚继光的新军已经具备了强大的战斗力，根本就不需要具备长刀优势才能打败倭寇。那么既然新军根本就没有大范围使用这种武器，自然戚家刀的传说也根本不存在。当然，对于戚家刀还有一种说法，戚继光在训练新兵前确实发现了双方战力差距过大的问题，然而他也是好学之人，对日本战法、刀法以及武器开始认真研究，直到在一次作战任务结束后抓获一名倭寇，从他身上得到了一本阴流刀谱以及野太刀，在此基础上研发了新有刀法以及一款双手刀。而这款刀相较于野太刀有着明显的不同，刀刃长5尺，后用铜护刃1尺，柄长1尺5，共长6尺5寸，重2斤8两。按照明朝的尺度换算，这把刀的长度达到了2米左右，几乎算得上是一把长枪了。但这个长度确实遏制了倭寇起跳的作战习惯。但事实上，这款武器如果没有新有刀法，说白了就是一个花瓶。因为当时中国的双手刀刀谱大多失传，
戚继光在著《纪晓新书》的时候，曾无不感慨地说：“世传刀法甚多，传奇妙者绝寡，上后豪杰巨之。”但在得到应流刀谱铸成新有刀法后，情况就不大一样了。在使用时，士兵以左手握住刀柄，右手抓住刀刃，增加了持刀的平衡。而刀身上长达1指的铜弧刃，方便士兵右手握刀。这种握刀法在日本的野太刀刀法中是非常常见的。直到今天，日本的剑道比赛中还经常能看到这种握刀法。采用这种握刀法，持刀人持长刀可攻可守，可横向挥砍，也可以纵向突刺，十分灵活。但值得一提的是，这款长刀事实上并没有成为新军的主要制式武器，它的出现也仅仅是鸟冲手的副武器罢了。这和日本野太刀的使用者截然相反。毕竟我们看到的野太刀使用者大多都是身强力壮的武器高手，要不然真不好掌握这么长的武器。但戚继光发明的这款长刀轻而长，鸟冲手需要背负的装备太重，而这种长而轻的武器更适合他们作为副武器来防身。练兵实际中也明确指出了鸟冲手装备长刀的要求，不使人趁隙而犯，说白了就是不被人偷袭，能自卫，这个鸟冲手就合格了。甚至当时在新军中也特别提出了鸟冲手需要长枪手保护，鸟冲手死，长枪手陪葬的指示。如果这都算是戚家刀，倒不如说是鸟冲手刀更加实在。毕竟戚继光也仅仅是魔改了一下野长刀，自己有没有使用过都是另外一回事，更别提戚家军。但凡不是脑残，更愿意使用刀盾组合，而不是双手长刀来抵御野太刀了。而绣春刀2中，辛芷蕾使用的双手长刀也并非是魔改野太刀，而是苗刀。再有逼格一点，也可以说是名誉联军大刀。而戚家刀在历史上从未存在。对于戚继光这个人的性格而言，他甚至连自己的部队都没有叫戚家军，而是叫义乌军、浙军。戚家军这个称呼只是民间创造的，所以武器就更别提会署名了。要是让皇帝或武官知道了，这还不给戴个拥兵自重的大帽子上去？所以历史上压根就没有戚家刀，只是电影或者电视剧意淫罢了。揭开历史面纱，探寻神秘冷兵器。本期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冷兵器的朋友可以点个关注，下期和您分享更精彩的内容。我们下期内容再见。